江兰，你痴心妄想，想要赔偿是吧？够不够啊？我在公司任劳任怨，当牛做马10年，到头来，不仅被你随意开除，更拒绝支付我合理合法的100万赔偿金，甚至还要拿着轻飘飘的10块钱羞辱我。可你绝对想不到，我拿出全部业余时间备考，以笔试、面试双料第1的成绩，成功上岸，财税稽神署。等我熬过公示期，以稽查员的身份，带着你这些年违法乱纪的证据，站在你面前时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把这些发票给我报了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。孙经理，眼睛不需要就去捐了，还有3分钟就下班了。怎么，今天想不开要给加班费了？你也知道还有3分钟就下班了，那这些就是你今天该完成的，该完成的不完成，还有脸要加班费？是，我给脸不要脸，所以我下班了。江兰，给我回来，否则我开除你！行，准备好离职协议，明天来拿赔偿金。你孙经理，以我10年工龄计算，你违规辞退我的赔偿金总计100万。孙经理，以我10年工龄计算，你违规辞退我的赔偿金总计100万。你一手交钱，我一手签协议，咱们2清。哼，100万，你狮子大开口啊！是你拒绝了公司上级的要求，无视了公司的规定。我告诉你，我开除你是你咎由自取，还给公司要赔偿。那孙经理是铁了心了，不要给我赔偿了是吗？那只能走仲裁了。别说仲裁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开除你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确定？怎么，要赔偿是吗？10块，也赏你的。冷静冷静，稽神署的录用还在公示期，这段时间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等过阵子，我要让他100倍奉还。行，赔偿金我不要了，离职协议在哪儿？我签字。哎，你想好了，像你这种30几岁的老女人，离开公司是找不到好工作的。哼，不劳孙经理费心了。这孙连成果然是个草包，这满是违规条款的离职协议，就这么送到了我的手上。我不好好收下，都对不起他这么蠢。江会计，先别着急走，你给公司的账算完了，那么现在公司给你的账该好好算一算了。算什么账？在公司你平均3天用1包纸巾，每天打印票据用2包 A4 纸，在公司的财务室每天用10度电，所以在公司在职期间，你需要向公司赔付103618元。你有意义你就憋着，没意义你就乖乖交钱，否则你出不了这个门。10万？别以为别人跟你一样脑子有病，就想一出是一出。你想要钱的话，去告我就好了。你没钱你还装什么大头蒜呀？不想还也行。进来吧。怎么是他？这位是林柔，财经大学的高材生。接下来你们用1周的时间把工作交接好，那10万块钱就免了。什么高材生？
明明是个因为学历造假、能力极差，被多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的废柴。看来这是把我当成免费入职的培训师了。看什么看啊！我姐姐可是总公司的高管，孙经理是我姐夫。我这次来啊，就是要好好管管你们分公司的账目。管理账目，我看是方便孙连成以权谋私吧。也不知道他总部的姐姐对他俩的关系感不感兴趣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装什么哑巴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光是交接工作，你还要让他熟悉一下财政系统。我告诉你，别给我出什么岔子。他这是认定了我不会拒绝，不过呀，手头已有的证据还不够让他牢底坐穿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多搜集一些。公司财务系统里可全是他给自己埋的了。行，我服从公司安排。你看，这多好，10万块钱免了，但是你交接工作是无偿的，也算是给公司一个交代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出去！哎呀，讨厌！姐夫，这人出去不会乱说吧？你放心，他在这儿都不敢放屁。出去，他可没那么大的胆子。那他赔偿金分我一半的事儿，你可别忘了。那是自然，咱们的关系都是亲上加亲了，这点算什么？讨厌。喂，可可，经理办公室的监控应该修好了吧？太辣眼睛了，就孙连成那样，林柔也是下得去嘴。来啦，你是不是要陪我点儿切磋手势菜？哎呀，你快给我坐下吧，我不给你点了这么多烧烤吗？吃还堵不上你的嘴。我就知道兰兰对我最好了。哎，你说，怪不得孙连成当时没有逼迫我自愿离职，原来是等着我的赔偿金呢。赔偿金好像一向都是总公司给的，人事部门往上报的也是你被辞退。那财务系统上应该有蛛丝马迹啊，我应该能找到证据，到时候啊，应该够他们俩牢底坐穿。这样吧，有任何需要我的，你都告诉我。我早就看着孙连成不顺眼了啊！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哎，你说，那个林总要是看到了这个视频，会不会把孙连成扫地出门？他们有钱人都玩的花。这样吧，我帮你盯着。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公司前台你给我留一点，机审署的人可能会来对我进行背调，到时候别让孙连成坏了我的好事。没问题。快吃，给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给前台小敏放了2天假，亲自坐镇前台，守护你的背调。这都已经上班1分钟了，怎么还在这儿摸鱼？还不快去跟林柔交接工作？要是1周交接不完的话，我可不好交代。你好，我是财税稽审署的工作人员，请问江兰在公司吗？稽审署？同志你好，我就是江兰，我们有话出去说吧。江兰，你利用职务之便搞事情，还被稽审署盯上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敢牵连到公司，老子饶不了你！某些人啊，天天嘴里喊着合法合规，怎么还把稽审署招上门了？姐夫，我早就说了，开除他准没错。没错，他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他今天来只是来交接工作的，所以说他的一切行为和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想您是误会了，我这次来……江兰，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拾干净。
同志你好，我就是江兰，今天你是来找我背调的吧？我刚好有些问题想向你反映一下，这边请。可，你刚刚说的情况是否属实？有什么证据吗？目前所有证据都在这里面了，这里面有那段监控和我的辞退协议。我会替你转交这些证据，但你知道，这还不够。现在孙连成让我以工作交接的名义来培训林柔，后续我想搜集更多的证据。不错，有勇有谋，也懂得卧薪尝胆，我很看好你。感谢您的认可，后续的背调我理应避嫌，后续您可以找行政周主管了解。那我就离开了，后面又有新证据，也还请您帮忙转交。孙连成，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江兰，贱人！公司要是因为你的作风问题被寄生鼠盯上，我饶不了你。他们来公司只是正常的问询，如果公司财务真出现问题，来的就不只是这一个人。倒是你，怎么这么紧张？公司被查，莫非经不起查的人另有其人？你够了！你最好别惹事儿，别到时候我还没下达封杀令，你自己的名声先臭了。孙经理，有空担心我的名声，不如想想你是怎么对那位机神署工作人员的。万一人家急了眼，孙经理怕是引火烧身。牙尖嘴利的狗东西！哎呀，孙经理是现在不用担心耽误我们交接工作了？是你自己的原因耽误了工作进度啊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亲自监督你交接工作。有他盯着，也不好明目张胆搜集证据，但说不定可以给他挖个坑。今天我们就从合同的审核和发票的验收全流程开始熟悉。你看，这里要确认，这里一定要写上。总之，合同的审核和发票的验收一定要合法合规，防止有人按照造假合同和虚开发票来捞金，稍有不慎就会有牢狱之灾。江兰同志您好，您已被我所正式录用，请于明日前来报到入职。真的吗？不好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涉案机神署了吧？哎，在上班期间公然接电话，还有没有规矩？我告诉你，招你们这些会计，不就是为了处理假发票的问题吗？江兰同志，别着急挂，我好像听到了一些线索，你可以把手机放在旁边。孙连成，不等我电话打完你就作死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假发票的问题都处理不好，那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好会计。触及红线，不做才是避免的有效方法。你们做会计的应该知道你们为谁而工作，像你现在落到这样的境地，真是一点都不冤。现在我命令你，把这个发票给我开了。这么快就忍不住了？但这种事我绝不能沾。孙总，这个客户就不在白名单内，但是合同审核今天就完成不了。我让你开你就开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合同的标价整整虚高了400万，他付费节点还有付费方式都不明确，这是明显的虚开发票，踩法律红线了。我警告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
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会计，我让你签是看得起你。你这是违法犯罪，一旦出事了，你担不了责任，公司也没法担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，我随时可以捏死你，赶紧给我开！你也知道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，这票我开不了。你，哎呀，姐夫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这票他开不了，我能开。这票他开不了，我能开。真的吗？那当然，这几天工作交接得差不多了，很快啊，就不需要江会计了。看他之前一副这票我非开不可的架势，还以为他想让我背锅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他了。姐夫，你看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好，太好了。江兰，你看，有些事情你不做，有的是人做啊。现在看来，公司优化你是无比的正确。如果你像小柔一样有眼力劲儿，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。现在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还不快滚！行，我走。这个蠢货现在还不知道，刚刚整个虚开发票的过程都被电话另一头的机神署李组长听到了。李组长，你刚刚听到的就是孙连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。你们听好了，下个月第1名奖励他50万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每人2套房。所有人给我看好了，江兰不服从公司管理，还因为个人问题被稽审署调查。如果以后有人像他一样，立马给我滚蛋！你，恭喜孙总清除公司毒瘤。在孙总的带领下，公司一定蒸蒸日上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大餐。好。江兰同学，欢迎您入职财税稽查署。江兰，公司哪里亏待你了？你要给公司挖坑！江兰，公司哪里亏待你了？你要给公司挖坑啊！把你电脑上的破密码解了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孙经理，财务密码我一早就告诉林小姐了，她没记得关我什么关系啊？少他妈废话！我让你赶紧滚回来，你听到没有？想让我回去是吧？就一个条件，违规辞退我的赔偿金全部到账，100万，1分也不能少。你他妈疯了！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这是他妈敲诈！我就这一个条件，没有的话免谈。小江啊，又是你那个前公司。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上级已经决定对你的前公司进行税务稽查。由于你昨天提供了关键证据，你可以一起参与行动。好。江兰，赶快把那个密码给我解开！孙经理，我想这个密码暂时应该不用解了。不用解了？你知不知道公司的财务系统已经瘫痪了？现在是每秒用数以万计的，信不信我立刻起诉你？起诉我？孙连成，不如我们先聊聊你的刑期。孙连成，不如我们先聊聊你的刑期。拿着稽查出的文件吓唬我，是不是你在被调查的时候故意伪造证据陷害我？伪造证据？
你真觉得自己清清白白？昨天开完发票就直接跟他走，手里怎么可能还有证据？我当然清清白白了，你少在这里套我话。你现在应该做的是，赶快把密码给我解开，要不然，老子让你赔付公司的损失。果然，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其他稽查小队的成员要忙完手上的任务才能赶来，就先陪他们玩玩。公司财务系统受到了损害，那该负责的不应该是现在的财务主管林柔小姐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明明是你恶意隐瞒公司财务系统密码，才造成了公司巨大损失，怎么现在又来污蔑我？是吗？我记得我们交接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财务系统密码。不可能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密码，肯定是你对公司心怀怨恨，所以故意不告诉我密码。林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林柔啊，这个交接工作一定要注意，它有合法性、完整性，还有这个责任清晰和及时性，在所有这个一定要签字确认，要不然责任全都归于你，知道吗？好了，烦死了！要交接的东西拿个笔记本给我全记下来，我以后自己会看。对了，记住了，我要手写的，一笔一画，写清楚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我当初给你的交接工作笔记当中，第一页第一行就是财务系统密码。林小姐不会直到现在还没有翻开过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既然是个误会，江会计，我们在电话里讲清楚就可以了嘛。小柔，既然已经知道密码，去把公司这2天的账务问题处理一下。不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之前打电话说得很清楚，我100万的赔偿金换财务系统的密码，你1分都不能省。你这是敲诈勒索！孙经理还是这么会扣帽子啊？这个呀，可是我被你违规辞退，合理合法的赔偿。小柔，刚才看过笔记本，密码应该记住了吧？这密码是真是假，这只有登上了才知道。我能确保这个密码是正确的，你能确保你登录系统之后就给我赔偿金吗？唉，孙经理啊，时间不多了，每过1秒钟你可就损失10万呢。行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一登录财务系统，我就算翻脸不认，你又能如何？孙经理不会想的是先把密码骗过去，然后再翻脸不认人吧？我警告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怎么，孙经理也是被我戳穿了急眼了？怎么到现在还认清不了形势啊？区区100万，我根本就不急。你还真是嘴硬，你现在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现在没有找到新工作，也是为了要点钱傍身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已经放风出去了，你现在名声已经臭了，你现在应该赶快去帮我解开密码，然后再好好的给我赔礼道歉，兴许我还能赏你。唉，总有人稀罕你的3瓜2枣，但是我不感兴趣，我只想要拿回属于我的。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的公司这么亏本下去，你会不会被总公司清算啊？少在这危言耸听了，我姐可是总公司的林总，就算我姐夫犯了天大的错，也有我姐顶着，清算谁也轮不到他呀。更何况还有我这个亲妹妹在。你是怎么觉得林总会偏袒孙经理和你呢？你是怎么觉得林总会偏袒孙经理和你呢？怎么啦，可可？
总部的林清且林总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为人正直、认真负责。另外还打听到一个八卦。什么八卦？林总是最近2年才被林家找回的真亲戚，孙连成是林总养父母替他选的丈夫，两人感情本就不好。林总回归林家后，给他个分公司经理，不过是为了面子上好看点。那林柔不会是那个受宠的假千金吧？我看你真是脑残短剧看多了，就林柔那样子，离被林家赶出家门就差一点了，凭什么跟林总那样的天骄争宠啊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把那份大礼送给林总了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说姐姐和姐夫的关系好，我哥是姐姐的亲妹妹，她不向着我们，难道还要向着你啊？向不向着我不知道，但如果她知道你和她丈夫的关系，是肯定不会向着你们的吧？我跟我姐夫关系亲密一点有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不亲近他，难道亲近你啊？有些事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的那些事儿，我相信林总已经看到了，我猜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不光跟姬神署诬陷我，你还跑到我老婆那里诋毁我。孙连成，是不是诋毁？你们俩心知肚明。不应该呀，我跟小月亲热的时候都在我办公室，里面的监控早就被我弄坏了，肯定是他在照。我告诉你，我行得端，我做得正，我老婆是不会被你蛊惑的。还有，你现在赶快去把密码给我解开，否则老子就把你赶出去。江同志，我们这边处理完了，马上赶来与你会合。既然他们那边快来了，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既然贵公司的财务系统被锁了，那按照稽查的程序，本来呢……江兰，真是给你脸了，来人！孙连成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笔记本就在这里，我拿就是喽。就算你抢了，公司的财务系统也不能动。什么？不能动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一个被公司开除的废物，你凭什么有资格管我们内部的事情？就凭我是稽审署的稽查员。什么？你是稽查员，我是天王老子。小柔，去把这2天公司的账务问题处理一下，还有之前没来得及处理的尾巴。等等，这个地上就是稽查署的红头文件，你们确定不看一眼？我看个屁呀！一个穿着稽查人员的衣服，哼，就拿这张破纸来糊弄我，吓唬谁呀？是纸是文件，你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就算我看了，假的也永远都是假的。林柔，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在抗拒稽查？你少危言耸听了，我可是资深财务，稽审署的文件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你连造假也不做做功课，你也太不专业了吧？造假？稽审署的通知文件早在1年前就换过制式，他是从来不关注这些公告的吗？没错，姐夫，这稽审署的文件我见过，根本就不是他这张破烂纸的样子。你真是为了威胁公司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！你要是识相点的话，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就报告执法队，有人在这里在冒充公务人员，而且还伪造公文。
我机审署的同事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，谁真谁假，一会儿就真相大白。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哭得太难看。你还真是狗皮膏药啊！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演戏，还有一堆财务等着我去处理呢。好了，江会计，是你自己滚，还是我请人让你滚呢？死到临头还死不瞑目。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你最好让这个林柔别再打开这个财务系统，否则他不仅是抗法，更是连毁灭证据的罪名都要坐实了。好了，你没完了是吧？穿着稽查人员的衣服，你骗骗自己也就行了，都被拆穿了，还在那硬装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你们可想好了，袭击国家公务人员罪加1等。孙连成，你虽然只是一家分公司的经理，但你现在捅破了天，不仅总公司的那些破烂事儿你遮盖不住，你牢底也要坐穿。你可想好了？我去你妈的！真当老子是你捏的呀？给脸不要脸的臭东西！感谢孙经理送来的袭击国家公务人员的证据，但我这个人向来有仇必报的。你还不动手？给我扔出去打一顿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家公司姓什么！我怎么不知道林家的公司什么时候姓孙了？我怎么不知道林家的公司什么时候姓孙了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来这位就是孙连成那位在林氏总部的妻子了。来给你看看，你给我林家到底捅了多大的篓子？姐夫，以前那些账我都帮你评完了，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呀？真是不看不知道，我的好妹妹和我的丈夫还真是亲近啊。清泉姐，老婆，这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小柔她毕竟是你妹妹，她在我公司，我当然要多照顾一下了。还有她还小，她也不懂得和人相处的分寸。你说，你把这个在林家明面上装绿茶，私底下处处欺压我的假千金，当成家人？坏了，一时情急忘了她们姐妹根本不对付。老婆，我这不是想的是让你们缓和一下关系吗？正所谓家和万事兴，虽然你是林家的真千金，但是小柔毕竟在林家这么多年了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看来林柔小姐还有很多事情没跟你说呀。无所谓，跟你俩的账我可以慢慢算。今天我来是因为稽审署的公文发到了总公司，说要对你们这里进行税务稽查。孙连成，你就是这么做事情的吗？什么税务稽查？这肯定都是误会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这个废物，因为他被公司开除了，所以他一直在背后搞鬼。你是？林总你好，我也曾是贵公司的财务主管，可是被孙经理违规辞退了。注意，什么违规辞退？是正常的人事调动。重点是他被公司开除了，他怀恨在心，所以他才导致公司财务系统瘫痪的。绝不能让他说出赔偿金的事儿，否则我和小柔分了这笔钱的事就暴露了。是啊，前2天公司财务系统瘫痪，就是他工作交接的时候故意隐瞒财务系统密码导致的。不过孙经理刚才已经处理过此事了，我还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财务系统的运转。你让他动了公司的财务系统？对呀，他是财大的高材生，我让他对接江会计的工作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高材生，孙连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他的会计职业资格证早就被吊销了，整个财会协会早就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什么？他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啊！林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姐夫，你听我说，我之前确实被吊销过执照，但是我根本没进黑名单，要不然我也不会重新考取执照。姐姐
他一天工作那么忙，怎么会关心我这些小事？老婆，小柔都这么说了，税务稽查的事情肯定跟他没关系，这肯定是这个废物，他被公司开除了，又加上他们稽审署调查，所以才污蔑我们公司，拉我们下水的。哦，那你倒是跟我说一说，江会计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才对他兢兢业业工作了10几年的公司怀恨在心，不惜鱼死网破？这林总看起来不简单啊，都这样了还这么沉得住气。稽审署的同事还在路上，先看看他怎么唱这台戏。你想想，她已经是一个30多岁的单身老女人，她没了工作，又丢了饭碗，她肯定是心怀恨意的。还有，她今天假扮成稽查人员来我们公司闹事儿，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。要不是小柔，我们肯定都被她唬住了。假扮稽查员？是啊，姐姐你看，这就是那个贱人伪造的稽审署公文，咱们赶紧报警，把他抓起来。青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货真价实的稽审署公文，你们俩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，稽审署的公文样式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姐姐你平时看我不顺眼，但在这种事情上，你怎么能偏帮一个外人？就是啊，小柔就算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但是你们是一家人呐。她都告诉你这公文是假的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她呢？财务系统是重中之重，每一个财会人员都是经过总公司的层层筛选才能上岗。江会计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0年，足以见其真才实学，值得信任。林氏送林柔去学财会，本来就是打着让自家人把持财务中心的心思。你也不想一想，这10几年，别说是总公司，就是分公司，他的财务职位都没坐上过。是因为他林柔才是那个真正的废物。废物他连稽审署公文制式有变更他都不知道。林柔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姐夫，你弄疼我了！这公文它真的是假的。小柔不就是因为在你家占了个10几年的身份和地位，她现在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？我不懂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她呢？跟他过不去，我他妈跟你也过不去！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假的，是有人想诬陷我。对，姐姐，这照片一定是 P 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抢姐姐的东西呢？你们俩说照片是 P 的，那这监控视频呢？你们怎么解释？啊，这肯定是……我猜林小姐肯定是想说这是 AI 合成的，是吗？孙经理肯定是在想，这个监控已经被你损坏了，怎么还有这条视频？监控是被我给修好了，林总的视频也是我给的。你们俩的罪行啊，是不是货真价实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老婆，这些视频都是假的，肯定是因为他被公司开除了，心怀不满，所以他才挑拨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孙连成，你真以为你的小动作我不清楚吗？还是你觉得我对林柔这个好妹妹一点都不了解？婚内出轨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老婆，我就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更何况是他先勾引的我。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原谅你，你
也配跟我提原谅？我被林家认为我本来可以对你不管不顾的，可是我求着林家，让你做这个分公司的法人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法人？你也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法人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处处受制于人，我什么事都干不成。离婚是吧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稀罕你林家的钱。你要知道，这间公司它是我的，我只要它。虽然已经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，但答应的太快，恐生事端，还是先以退为进好。这分公司也是林家的产业，你有什么资格斤斤计较？就是因为现在公司所有的项目都在我的手里，而现在所有公司财务的钱都在小柔那里，现在只不过是少了一些总公司的资金支持罢了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以我父母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空壳公司，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转移了不少资金，足够我东山再起了。就是，现在整个分公司都由我和姐夫把控着，就算你是总公司的人，又如何？自从你回了林家，处处让我吃瘪，现在怎么样？滋味不好受吧？好，你个孙连成啊，你果然是头喂不熟的白眼狼。行，这次算我认栽。离婚协议签了吧。其实啊，这种事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。你看，你为什么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呢？现在可好，把这一整个公司你都给搞丢了，我看你怎么跟林家交代？我怎么交代？用不着你多管闲事。孙经理，家务事聊干净了吧？现在我们聊一聊你抗拒执法，还不要我们稽查的事情啊。江兰，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？你真是阴魂不散呐！现在你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大费周章的请总公司的人来又怎样？这分公司啊，还是我和姐夫说了算，你就别装了。孙连成，我在最后提醒你一次，林柔撕碎的这个公文是货真价实的，你确定你不查证一下江小姐的身份吗？得了吧，林清浅，你现在有没有搞清楚？如果她真的是稽查人员的话，还用得着你来撑腰？说白了，她给你的那个视频，只不过是想利用你的关系来要回赔偿金罢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个赔偿金它已经到了，就在我的口袋里面。你这是犯法！现在总公司都管不了我了，你又奈我何？江兰，我告诉你，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不要假扮稽查人员，你要假扮仲裁员，知不知道？孙连成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要赔偿金，是我的，准没跑。疼，你放开我！江兰，你快放开我姐夫，否则我就告你恶意伤人，让你牢底坐穿。那你报警啊！你还在等什么？快放开我！疼，江兰，我放开我！哎，执法队。该牢底坐穿的是你们俩。税务稽查署依法执行公务。
对贵司进行税务稽查，请所有工作人员停下手中的工作。江兰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请这些演员花了不少钱吧？你们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快继续工作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们也要给我继续干活！姐夫，他们好像真的是寄生署的人。不可能，他们只不过是将来请来的演员，装模作样罢了。公司又没什么事儿，也查不到我们。孙连成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公文我已经出过了，你还执迷不悟，后果你是不能承担的。我承受你个卵！告诉你，老子今天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一回，哼，你倒好，一直恶心我。怎么，请了这些演员，以为我不敢动你是吗？孙经理，听你的意思是要暴力抗法了？抗法，我就抗了这个法，你能怎么样？哎，我想问你，他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卖命？另外，你要知道，小心有钱挣，没命花。江兰，这孙连成现在已经油盐不进了，起了冲突对双方都不好。而且我也要跟他切割这个分公司的事情，要不你们明天再来。林总，我把视频交给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为人正直、认真负责，不想你被这个孙连成给蒙蔽了，并非同意和你相互利用。我知道你急于与孙连成撇清干系，以免引火上身，但是如果他趁机销毁了证据，这个责任你能担得了吗？你们今天非查不可，是吗？当然，势在必得。只要你遵纪守法，你的公司并无大碍。目前以我们掌握到的证据，应该不会波及林氏总公司。你们俩好自为之。我们走。与分公司割席的事情要以最快的速度推进。另外，让总公司的人财务自查一下与分公司的对接，一定要杜绝一切被牵连的可能性。是。江兰，现在你的靠山已经走了，怎么，你还要跟我闹啊？靠山？孙连成，我的靠山自始至终都在。只是你眼下心忙，认不清现实罢了。靠山，让我看看你的靠山在哪儿啊？是你请的那些演员？算了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孙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配合执法，还要暴力抗法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难道又是江兰花钱请来的演员？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来调查江会计的那个寄生署的人啊！难道说这个人真是寄生署的？公司真被税务稽查了吗？姐夫，你说他们不会真的是寄生署？他应该是被收买撑场子的，8成就是江兰的靠山。可他好歹也是货真价实的稽查员，万一咱们惹人家不高兴……放心，江兰能收买的，我也能，我来处理。你就是稽查署的稽查员是吧？这样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江兰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2倍，不，我给你3倍。今天的事情，只要你不要管就可以了。孙经理慎言，我是稽审署的1级稽查员李潇，这是我的同事们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行，我知道你是稽查员。这样吧，他给了你多少出场费，我买你离开，可以吗？孙经理，这是要贿赂国家执法人员？
孙经理，你这是想贿赂国家执法人员吗？你可知，就你这一条罪名，就能让你把牢底坐穿。贿赂执法人员？我想知道江兰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的给他卖命？江兰给我钱？孙连成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假扮的稽查员，所以西神署的公示呢？没有给他们公示吗？那不在那儿呢，早就给他们公示过了，但他们当做是假的，撕了。孙经理，你确定你今天不配合我们工作是？我配合你个屁呀！有财务问题，肯定是江兰这个废物搞的鬼。有问题你调查他就可以了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江兰同志是我们财税稽查署的一员，他的被调经过严格的审查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真正要调查就是你们公司。我去你妈的！公司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吗？用得着你在这污蔑我？是不是污蔑？按照程序查清之后，必将真相大白。孙连成，你这样百般阻挠，是不是心里有鬼呢？你才心里有鬼！你们做稽查的，连正规程序都不遵守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互相勾结，寻衅滋事？程序，我早就按照程序给你们出示过公文，也同步发给总公司。刚刚那个林总就已经佐证过了，可你们俩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假的。够了！小柔说过这个破文件是假的，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说事儿，你是拆穿了，你是装不下去了是吗？还有你，是不是调查过江兰？那一次他给了你钱，所以你什么也没有调查出来，对不对？另外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废物，你觉得他能供养你多久？就是啊，我姐夫可是公司的总裁，他能给你的可比江兰多多了。刚才执法记录仪孙经理的话都记录下来了吧？作为行贿未遂的罪名，一并提交上去。你们今天一个个的都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？尤其是你，李潇，我记住你了。还有这个，作为威胁执法人员的罪证。我操，是不是给他们你们脸了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喂狗！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是谁报的警？是我，啊，就是他，冒充国家执法人员，伪造公文，还带人来寻衅滋事。还有他，身为执法人员，收受贿赂，来我们公司闹事儿，影响了我们正常办公，还不赶快把他抓走？是你们聚众闹事。执法队的同志，我们是税务稽审署的稽查员，这是我们的证件。我们来这儿是有公务，可这个孙经理却要暴力抗法，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我告诉你，在执法队面前冒充执法人员，罪加一等。就是啊，江兰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真是个好演员，到现在都出不了戏呀。证件没有问题。什么？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啊？他怎么可能是稽查员？确认过了，财税稽查署今天确实有对这间公司的稽查行动。这怎么可能？孙经理，重新介绍一下，我是财务稽审署新晋稽查员江丽，将对贵司进行财务稽查，请配合下。对了，林小姐不听劝阻，擅自使用财务系统，我们将视为毁灭证据，罪加一等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李姐，所有证据已经核实，孙连成造假合同、虚开发票、借空壳公司职务侵占，林柔则违规使用财务系统来帮孙连成掩盖罪行，所有证据已核实。没错，执法记录仪的影像也一并提交归档了。好，所有的证据全部移交执法队，等待审批吧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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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江兰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公司养了你10年，养了你10年，你上班不光考公，而且上岸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咬公司一口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举报你！对，你连前公司都坑，你肯定也坑了我们。和工作交接时交的东西肯定有问题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查出来？你肯定是故意设计陷害我们，我不服！你真是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第一，考公的事情，我从来就没有占用任何人工作的时间。10年来，经过我手的所有账目，全部都是合法、合理、合规的。第二，我交给你的所有东西，你拿着我手写的东西去问行业大牛，他们都挑不出来任何问题。你们就是猪油蒙了心，妄图钻法律的漏洞。还好，你们提示我了，是怎么在公司里优待我。我的赔偿金啊，自然会有仲裁机关去牢里找你们谈。江兰，我记住你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，等事情定调，我就向上级提报，给你升职加薪。谢谢李姐。江兰同志是吧？是。有人举报你工作时参与洗钱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怎么会参与洗钱？你有没有搞错？走。干嘛？干嘛？李姐，这可怎么办？江姐她真的参与洗钱了吗？别急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等我核实一下情况。那2个白衬衫把江姐押上了一辆面包车，还给她套上了头套。公检那边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吗？喂，李姐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我这边来了2个公检的人，把我的同事押走。透个底，还犯什么事儿？严重吗？不可能吧，我们都5个月没有行动计划了，署里所有人都在啊。糟了，那2个人是假的，快追上他们！给我戴头套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，看这里也不像公检的审讯室，这2个人果然有猫腻。江兰是吧？你在林氏分公司任职期间，多次违规操作、参与洗钱的证据确凿，你是自己老实交代呢，还是我们请你老实交代？方才被戴上头套时，精神署的小胡应该看到了，李姐他们应该很快就能察觉到不对，眼下还是拖延时间要紧。请问你们掌握的证据是什么？我没有看到证据，怎么为自己申辩？这反应不对呀。我们能抓你到这儿，自然是掌握了确实的证据。你如果老实坦白，我们还要给你算成自首情节，争取宽大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调查阶段，你要是等到时候把证据摆到你面前，你可就剩认罪伏法一条路可走了。你们说我涉嫌洗钱，可我自认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自然要找你们确认证据之后才为自己申辩吧。江同志这是拒不配合调查了，你洗钱的证据都在这儿了，给我胡搅蛮缠！这位同志，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不配合调查，只不过是对于关键性物证存疑而已，希望进一步证实而已。你们怎么还急了？妈的，别听他废话，上点手段啥都招了。怎么，你们还想屈打成招不成？按照规定，这么做确实是不行，但是非常时期只能行非常手段。毕竟你这么冥顽不灵，不见棺材，怎么可能落泪呢？李姐，这里，江姐刚就是被带上了这辆车。附近各地搜索，务必保证江兰同志的安全。执法队同志，也拜托你们了，你们去那边，我们来这边。妈的，他是在拖延时间！老大，不行，咱们把他打一顿，然后录到他帮连城的录音，然后就把他关进去。
到时候连城也能减刑。你的录音根本起不到法律效应，吓到了，现在撤回了。二位，是孙连成告诉你们我帮他洗钱，让你们去炸我？炸你？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吧！你一个小小的会计，只不过是瞎猫遇上了死耗子，考上了岸，真以为你斗得过连城？没错，你们这种做会计不就是干的这些脏活？没想到你也心挺脏的，没考上岸，反咬公司一口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抠啊！江兰，你在里面吗？江兰，他的那些破事我从来就没参与过，自然问心无愧。反倒是你们，现在冒充执法人员的罪名已经坐实了。等你们进牢里了，记得替我向他问好。警察同志，江兰，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，当了连城迟早要遭报应的。你别忙着咒我了，你进牢里去问问孙连成，我到底有没有帮他洗过钱？要是真的帮他洗过钱了，那他不会直接去找执法队对证吗？让他们来调查我，反而让你们两个傻兄弟过来，企图骗我点线索？因为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你们两个被他当枪使了，一边要替人家数钱，另一边还要坐大牢，我都替你们觉得亏得慌。妈的，这个畜生敢坑我们！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配合调查这一条。刚才你们跟我说的自首情节，我也送给你们，我言尽于此。等等，江小姐，孙连成应该还有本秘密账册，那本账册才是孙亮成所有黑产的全部证据。您这分公司里找到的东西不足这些九牛一毛。这本账册在哪？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孙连成把那本账册看得像宝一样，除了他最亲密之人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。看来这孙连成还有罪证可挖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人逃不掉的。走吧，回稽查署吧，给你办个庆功宴，就当是正式替你接风。这是大家集资给你买的蛋糕，咱们是执法者，不宜铺张浪费，但是大家心意都在这儿了。没错，江姐以后有什么工作上的事儿，随时招呼我们就行。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们能帮的也都义不容辞。这种大家互相信任，上级对下级也不断架子的环境，真好。果然，我参加考试的决定没错。不好了，有两个老人，好像是今天刚查的孙连成的父母，来门口闹事了。我儿子就是被冤枉的呀，他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，都是那个江兰，不断对我儿子心怀怨恨，进了新单位他就来诬告我儿子呀。没错呀，你们这些人官官相护，诬陷我儿，苍天大老爷一定要重审我儿的案子，我儿子是冤枉的。跟执法队确认过了，这老两口早上探望过孙连成之后，就直接来到了咱们这儿。听说早上还穿着人模人样的，现在还特意换了身旧衣服。看来孙连成肯定跟这老两口交代了什么，真是昏招尽出。这老两口不是持有孙连成用来洗钱的空壳公司吗？怎么没有调查呢？听说孙连成把宽壳公司的事情推到了宁柔头上，两人在看守所还撕了很久。这么一来，这二位倒是暂时没什么事。就是他在我儿子公司当了多年的财务，他早不举报晚不举报，非等自己离职了才举报，他肯定有鬼，就是想把自己摘干净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最可恨的就是他。对，我儿子在里面都交代了，他之前就是受了这个江兰的蛊惑，所以才干这些偷税漏税的。就是他，什么洗钱的事儿，跟我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他干的，跟我儿子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有话好说，别动手。别动，一旦动手，有理也成了没理。先报警。冤枉我儿子，
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打起来了？这老大和老太太儿子被查了，俩人跑寄生所来闹事儿了呗。他们这个意思，上面那小姑娘还在人家公司干过事儿，专门把别人老板给坑了，这干的是人事吗？不懂别瞎说，人小姑娘能考上岸，人品本事肯定没问题，八成是这俩的儿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。二老，经过我们的审计，孙连成的所有违法证据我已经提交给了执法队，但是他的罪证里并没有偷税漏税，还是你们要当污点证人，举报他偷税漏税？林氏分公司的税务问题一直都是我在管理，自然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。孙连成以前没少拿这事挤兑我，但我经手的账只能是干干净净的。那就是我老头子记错了，反正不管他犯什么事都有你一份。孙连成职务侵占的罪证已经确凿，和我有没有关系？我相信执法队一定会秉公执法。不过他的赃款去向，可与二位关系匪浅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他的公司，钱也是他的，他就算拿自己公司的钱，怎么能算是违法呢？就是你这个女人，勾引我儿子不成，心生怨恨，你报复他！孙连成任职的公司本来属于江城林氏，只是林氏的一个分公司。要不是你们的儿媳妇清浅念旧情，来给了他一个职务，他职务侵占的全部都是林氏的钱。林氏？清浅那个死丫头，她不就是命好被林氏认了回去？要不是我儿子有能力，怎么可能被林氏重视？就是。再说了，我儿子花我儿媳的钱，那是天经地义，他犯什么法？可他们侵占的每一分钱，没有一分是属于我个人的，当然犯法。江小姐，实在抱歉，给稽审署添麻烦了。没事。二位，我只是林氏的总裁，上面还有董事会，林氏的每一分钱都属于每一个董事，而你们的好儿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的，是属于他们的财产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个贱人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爸妈？你丈夫都被这个贱种送进监狱了，你还跑出来帮他说话？叔啊，婶儿，我跟你们孙连成已经离婚了，你们二位自然也就不是我的公婆。我现在还能好好的跟你们客客气气的说话，是因为现在在稽审署门口。是了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孙连成洗钱的那家公司，你们二位是法人吧？他侵占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于林氏的财产，若是林氏执意计较，你们二位逃脱不了责任。那林氏不是还有你这个儿媳妇在呢？你跟他们说一声不就行了？我再强调一遍，我跟孙连成已经离婚了，我跟他跟你们俩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离婚的事我们不同意，你就是不忠不孝。离婚的事儿是孙连成出轨在先，按理来说他应该净身出户，我还把这家分公司留给他，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不管他叫你们来这闹事是什么居心，但我劝你们俩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老头子呀！你们这些人欺辱老人，你们枉为执法人员。二老，以后碰瓷了，先看看有没有监控。另外，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江小姐，有件事情可否商量一下？好了，林总，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。我这个身份现在也不适合去咖啡厅。孙连成的事情，多谢。林总多心了，监控的事情顺手而为之，而孙连成那也是罪有应得。只不过林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我还有公务要处理。那我就有话直说了，我接受了林氏安排的家族联姻，对方人也很好，而且我也已经怀了孩子。那就恭喜林总了。我想牵头成立一家公益组织，主要是替那些在职场上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讨回公道，也算是给我的孩子积点德。
所以我想邀请你以顾问的身份加入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孙连成的事情，我彻查了分公司所有的人事记录，我发现类似于你这样被他违规辞退，并将赔偿金占为己有的事情，他做过不止一次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分公司所有的人事任命都是走的总公司的流程，所以这些赔偿金的发放都是由分公司提报辞退，总公司来发放赔偿款。但那些赔偿款都被孙连成瓜分了。那你手里有相关的证据吗？可以整理后一并发给我。好。发给你了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谢谢，证据非常重要，我将它整理后一并交给司法机关。这个孙连成的刑期估计又要加重了。顺手而已。其实我邀请你的理由也是由此而来。孙连成多次巧取豪夺员工的赔偿金，只是在你这里他翻了跟头，所以我想以你的经验，应该对他们有所帮助。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，若不是我有稽查员的身份，估计也跟他们一样忍气吞声罢了。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我也很想加入，只是不知道上面有什么限制没有，我回去问一下，没有问题的话一定加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个林柔怎么在这儿？江兰这个贱人，这样都扳不倒他，还有林清浅那个婊子，非要给我作对。哎呦，我的好小柔，你可不能动气呀，这气坏了我们家金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是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我们老孙家3代单传，这件事是我们老两口大意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是扳不倒这个江兰，我们也会尽力照顾你。林柔居然还怀孕了，她是取保候审出来的吧？她怎么早不怀晚不怀，偏偏这个时候怀孕？取保候审的流程很严格的，林柔应该是真的怀孕了。不过她的孩子父亲肯定不是孙连成，林柔应该骗了他。林柔的孩子父亲不是孙连成？这孙连成有无精症，根本都没办法怀孕，但他们一家全都不知道。我在被林家认回之前，孙父孙母因为这事儿没少骂我，所以我带他趁机去检查了一遍，不过结果也没告诉他。那这个林柔还算是有脑子的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让这老两口来闹这一出呢？你可以回去后再打听一下，我这边也会给你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，有消息了我随时联系你。好，谢谢了。林柔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肯定都跟孙连成脱不了干系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江姐，刚收到执法部门的消息，林柔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出来了。没事儿，我刚才已经看到了。刚看林柔和孙连成父母在那边聊天来着，他们已经知道是你举报的他们。最近还是多留个心眼吧，小心点不为过。我知道了，李姐。不过林柔啊，她没什么手段，而且她还是个取保候审的人，随时都有警方盯着，成不了什么大事的。行，你心里知道就好。而且我知道一些消息，我有一个计划。之前假扮公检人员的那位说孙连成有一个秘密账册，我想借林柔的手把秘密账册给拿回来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职责范围内我会帮助你争取一切便利。哦，小王，我刚才发你的是这些年孙连成假借员工赔偿金，从林氏集团骗取赔偿金来中饱私囊的证据，你提交给执法部门吧。我靠，这东西江姐你从哪儿搞的？多亏了林氏集团的林总，自从孙连成事发之后，他就彻查了公司的所有账目，从中发现了这些证据。我刚才厚着脸皮要了一份。这孙连成从中贪了不少钱啊！对啊，我之前的赔偿金也被他贪了一笔。我想到他是初犯，没想到他是个惯犯。哦，对了，李姐，刚刚林总找我是这样的，他说他要做一个公益。原来是这样，既然你所代表的组织是公益性质，
那么原则上你担任顾问不会违反规定，不过姐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千万不能失了初心。放心吧，李姐，我的原则是被你亲自考察过的。只愿更多的职场人可以不遇到这些无良的公司。对了，刚才执法队的人已经来过了，就在会客室。只不过那2个老无赖跑得很快。那我去找他们一下吧，刚好我有事要找他们帮忙。好的，张女士，你刚才陈述的情况我们已经知晓，会负责向那2位老人进行教育警告的。谢谢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2位。之前提过的林柔，她可能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，她身上也有更多的证据，执法队能否掌握她的行踪？没问题，我们会在能力范围内给予您一定方便。根据执法队同志提供的线索，林柔应该就住这儿。一个曾经的千金大小姐，现在沦为这样子，心里肯定很不爽吧？这都什么饭菜，能吃吗？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们孙家的金孙，你就这么对待我的？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可是咱家最好的饭菜了。这连城被抓了，这连带着那个账号也都被封了，有这些吃的就不错了。今天本来想借机讹那个江兰一把，没想到连城的事情传得那么快。肯定是林清浅那个贱人传的消息，他从中作梗，害我被林家赶出去不说，居然还想断我的退路。小柔啊，你们肯定在外面藏的还有钱吧？这都这个时候了，咱也别藏着掖着了。我和你妈都老了，倒无所谓，但是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啊。孙连城这个废物，说什么我怀了孕能取保候审，硬是让我扛了这么久。死恶徒和老太身上的罪，现在还要让我掏钱养这2个老东西，没门儿！哎呀，爸妈，我呀跟连城的情况一模一样。我的那些钱啊，一样也被冻结了。他当初给了你们不少钱吧？你们肯定也有取出来藏着的钱吧？哎呀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2老啊，根本就不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那我不如把孩子打了回执法队去，至少还能吃饱穿暖。哎，别，我们当然在乎你肚子里的孩子了，老头子。哎呀，小柔啊，你也别怪我们。我们确实留了点钱，但那都是等连城出来之后东山再起用的。唉，罢了，眼下确实孩子要紧，但是说好了，确实没多少钱，这点钱用完了就真没有了。快去！哎，叔，这么晚去哪儿啊？管你屁事儿！想必是孙连城让你照顾林柔肚子里的孩子吧？我是不是要恭喜2老喜得金孙啊？什么林柔？我不知道，我儿子什么都没跟我说。林柔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出来的，在我们系统内部都有记录的，您不用说不知道。知道就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打我金孙的主意，否则老头子跟你拼命。怎么会呢，孙叔？我们经过专业的训练，怎么可能打孩子的主意？只是我有一个消息，不知道孙叔感不感兴趣？不感兴趣，跟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没什么可说的，别跟着我呀，不然我报警了。那如果是林柔孩子的消息呢？孙叔还感不感兴趣？孙叔，我只是提醒一下，避免2老空欢喜一场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扯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嘛？孙连城和林清浅他们结为夫妻这么久，一个孩子都没有，而林柔呢，才跟了多久就怀有身孕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林清浅那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换了小柔怀了身孕，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少在这装神弄鬼。可是林总当下已经联姻，眼下已经有了身孕，难道我那好儿媳怀的也是我老孙家的种？那倒不是，孙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林清浅和孙连城他们之间的问题出在孙连城的身上？你说什么？其实林总回到林家之后，
偷偷带着孙连成已经做过一次检查，诊断证明显示孙连成患有无精症。无精症？什么意思？说出来也挺残忍的，但是我必须要说明的是，孙连成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一个孩子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林柔肚子里竟然不是我们老孙家的种！这个贱人，他不光骗了我儿子，他竟然还敢骗我！孙叔聪明，但我这次来呢，是要跟你做交易。我得到一次线报说，林柔那里有一本账册和藏匿的资金，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找到它。事情节可能作为孙连成的立功表现。不对，绕了这么大弯子，你就是为了那个账册吧？万一你要是编造消息，伪造诊断证明骗我，让我和金尊离心怎么办？我说的话可能是假的，但是这个诊断证明可是市中心医院开具的，你大可以去验真伪。我等得起，你能等得起吗？等等，你刚才说让连城立功是可以减刑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有机会，你可以选择试一试。你总不想让林柔拿不知道哪儿来的孩子来威胁你们全家吧？隐藏账册是林总对过总公司和分公司账册后找出的漏洞，林柔取保候审，孙连成亦有助推，这应该是为了销毁这部分证据。二老可是唯一的突破口了。行，这小妮子，我们好言好语的待她，连个好脸都换不来，想让她拿点钱来，她还推三阻四的，反正肚子里也不是我们老孙家的种，我干了。孙叔，我还得提醒你一下，孙连成这一次犯的罪特别大，数额十分巨大，情节十分严重。虽然会有立功表现，但是牢狱之灾还是不可避免，这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。没问题，不争馒头争口气。这林柔不光把绿帽子戴在我儿子头上，还竟然拿着绿帽子来威胁我们两口子。老头子，不受这个鸟气了。林柔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？就只有这些了，省着点用啊。小柔，要是你那里放的还有钱，为了孩子也拿出来点儿。连城在公司做总裁，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存钱的好处，我们慢慢也都接受了。确实，只有这些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就这么点钱，还好意思让我跟你们孙家生孩子？你们可真好意思啊！小柔啊，咱做人不能忘本，儿子风光的时候也没缺你吃的缺你穿的，现下咱家遭了难了，这些钱你妈我们两个省吃俭用也能花很久了，就是你这边……行了行了，早知道指望不上了。明天我给你说个地方，你去取点钱回来。告诉你，你最好别动歪心思，要不是这几天我被执法队盯得紧不方便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动这些钱。好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乱动你的钱。你最好是不会乱动。行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头子，这小柔也不厚道，他明明手里有钱，还非得花我们的棺材本，幸亏你机灵，没全拿出来。你唉声叹气什么？我悄悄告诉你个事儿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小柔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咱儿子的种。什么？别声张，是咱儿子的问题，他那方面有毛病，生不了孩子。要说呀，咱之前也真是亏待清浅那丫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要是咱们能好好对待清浅，被林家认回去之后，也不能跟连城离婚，咱们家也不会遭这么大难啊！咱儿子那德行也不好说，但是眼前情况已经这样了，这个林柔也不是什么良人，咱们呢也只能拿他给咱儿子换个立功表现机会了。哎呦，我的金孙呐！够了，这都是咱老孙家造的孽。等明天把他秘密藏钱的那个地方告诉江稽查，咱俩呀就回老家去。孙叔，
线索这么快就找好了？江稽查，我借口没钱逼那个林柔，他告诉我一个藏钱地儿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把那份钱全都取出来了。你看看，全都在哪儿？江稽查，这些就是林柔藏钱的地方拿到的全部钱了。你看，这能给我儿换个立功表现不？孙叔，你把地址告诉我们就行，会有人专门去查处的。我怕麻烦你们，这行吗？孙叔，在这些钱旁边有没有一个账本，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账本？有的，有的。那个重要吗？我只顾着拿钱了。那个才是重中之重。就是那个保险箱，我给你拿过来。好。就是这个，没错。孙叔，这件事多亏你了，大家也辛苦了。再把这个房间检查一遍，我们今天就收队。老头子，快跑！林柔他能看得见那个房间。死老登，竟然敢出卖我！还好老娘早有准备。老头子，快跑！林柔他能看得见那个房间。江兰，你不给我留活路，你也别活了。林柔，你别负隅顽抗了。你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今天害死了这么多执法者，你这下半辈子会被毁的。少他妈废话，我下半辈子早毁了，都怪你，是你不给我活路。小柔啊，爸是一时糊涂，你放爸出去吧，我跟你妈妈好好伺候你，让你安稳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我生你妈！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和连城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敢坑我，那你也别活了。大活二活，我和连城待你们不薄，给我弄死他们！林柔已经不理智了。来的时候我给李姐发过位置，进屋之前我也分享过地址，眼下这没有信号，只能希望她早点发现不对劲。我们家老婆子不会有事吧？林柔她不会想不开。大叔你放心，大娘是个聪明的人，机灵着呢，你放心吧。就通过她打电话和林柔通过监控跟我们对话的时间来推算，她大概是没有时间去找大娘的。待会儿振作一点，等待救援。哎呀，江兰，你也有今天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林柔，你还没有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哼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嘴硬。记住，邪不压正，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快，把这里的人都送医院。保险箱，账本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的付出落空。怎么样，李姐？账本证据拿到了吗？林柔呢？抓到了没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想这事儿呢？账本已经拿到了，已经作为附加证据提交上去了，但不赶巧，让林柔跑了。队员们呢？队员们都问题不大，那2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经归队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孙大娘呢？孙叔这次立了大功，之前一直念叨着孙大娘呢。放心，孙大娘也没有意外，她找到了附近的执法队，躲了起来。我们的人找到她都费了些功夫，这会儿应该在照顾孙大叔了。你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总担心别人？这次是因为我的大意，我以为孙叔拿出了那么多钱就没有问题了，是我疏忽了对现场的勘察，我检讨。没事，
这也多亏了你的积极，知道时刻报备，我们也才能及时发现不对，平安无事就好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人什么时候抓都行。执法队那边已经在锁定林柔的位置了，相信很快就能进行抓捕。等出院了，我给你放几天假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李姐，关于林柔，我想当诱饵引她出来。小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李姐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嘛。是这样的，林柔呢，因为彻底找到了孩子的父亲，她就销声匿迹了，可能就很难再抓到她。其实通过这件事，我也认识到林柔她是有一定的偏执和疯狂在的。虽然我只是秉公执法，但她一定很痛恨我。确实是这样。所以你准备怎么做呢？其实我不用怎么做，只要我抛头露面，再让她知道点消息，她一定是按耐不住的。到时候在我身边安排点人手，设防就行。但是你突然的抛头露面，他会不会觉得有陷阱？所以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。喂，林总，你之前说的那个职场人讨薪救助的公益活动，我可以参加几天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林总。这不就是有了一个正当的抛头露面的机会吗？蹲守你的人，我来打招呼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李姐，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。你说的很对，就应该这样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。刚出院就来忙我们这个慈善援助的事情，要真让李队长知道了呀，可真要找我麻烦了。李姐给了我几天假，我刚好闲不住，就来了呗。孙连成的父母已经回老家去了，他们提交的秘密账册，真能替孙连成减刑吗？唉，孙连成那个刑期，就算减刑，也要蹲个10几年。而且他老父母估计是看到林柔这件事，彻底看开了吧。林柔那边也没被抓住。真不知道她一个孕妇是怎么这么能藏的。林柔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是孙连成的，说明她在外头还有姘头，假借着孩子的名义窝藏她一段时间，不是什么难事。不过她那个性子，多少会露出点马脚，到时候就是她伏法之日了。徐宝候审期间又犯重罪，那他这次被抓就再也出不来了吧？人啊，有时候就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江兰，凭什么你就能过得这么好？如今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被他那个渣爹打没了，他也不要我了，我的人生彻底没指望了。我要你死！林总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再待一会儿就走。你还怀着身孕呢，你先回去吧。谢谢你提供的证据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千万注意安全。我送你。江兰，你去死吧！林柔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我已经在这儿好几天了，就是为了调你上钩。你果然已经彻底疯了。江兰，你又坑我！你错了，坑你的是你自己。我既没有让你攀附孙连成，仗势欺压我，又没有让你跟孙连成一起分赃我的赔偿金，更没有让你知法犯法，为了报仇草菅人命，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可以过安稳平静的日子？凭什么我就要牢底坐穿？我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贪财有什么不好？贪财是没错，可你错就错在贪的都不是你该贪的。同样的话，麻烦转告在牢里的孙连成，你们确实是一丘之貉。辛苦各位了，带走。这人啊，贵在知足常乐，做自己能做到的，拿自己该拿的就好。